表嫂今天可以出院了，我就想着给表嫂买束花的。海童环视一下房里，笑道：没想到大家都和我想的一样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没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我就帮着表嫂抱着花束吧。海童说着，自己都忍不住笑。兰庆生子出院，浩浩荡荡的，战印夫妻在人群中，各自的怀里都是抱着花束。小夫妻俩走路，就时不时会和对方相视而笑，充满了幸福与甜蜜。一行人走出了住院部，往医院的停车场走去。停车场在门诊部门口，一行人很自然的要经过门诊部门口。战印夫妻俩在门诊部门口附近与宁思琪迎面而过，那夫妻俩并没有留意到宁思琪。大家都戴着口罩吗？宁思琪又进去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，海童无法一下子就认出他来，又只是擦肩而过，在大家的眼里都是陌生人。等到战印夫妻俩走过了，宁思琪听到了海童说话的声音，他猛地停下来，扭头视线追逐着海童。仇人相见，那是分外眼红。宁思琪恨不得立即冲上前去，一刀捅死海童。他脚下迈动了2步，又止住了脚步。不能冲过去啊！他什么准备都没有，身上就别说刀了，连支笔都没有呢，况且冲动杀了人。他也要以命偿还，失去过自由。就宁思琪还是很珍惜在外面的自由的，不愿意为了复仇再深陷囫囵的。宁思琪死死地盯着海童的背影，看着海童被战印扶上了一辆车。很快战印跟着上了车，然后那辆车开动，渐渐地离他越来越远。海童，宁思琪咬牙切齿地挤出话来，总有一天我要你生不如死。他朝着海童离开的方向挥出一拳头，扯动了后背的伤，痛得他哎呦哎呦的。这是他早上跑去宁家，在弟弟上楼拿钱的时候，他等着无聊，便轻手轻脚地走进屋里去。就他觉得宁家别墅就是他的家，就他出生起就住在那里。他一家人都住在哪里？怎么会是宁云初的房子？宁云初拿到的那本房产证肯定是假的，是伪造的，说不定是宁云初办了。假证放在父母房间里的保险柜里，然后又骗着他开了父母的房间门，从保险柜里拿出房产证的呢。看到战一晨在厨房里做早餐，知道他是为了那个瞎子。宁思琪那个嫉妒恨呀，如果不是海童，他在父母的操作安排下，说不定已经和战一晨相识相恋呢。他年轻貌美，家世也好，与战一晨才是门当户对的一对儿。宁云初他不配，宁云初就算重见了光明，他也配不上战一晨的。凭什么他进去坐牢，那宁云初却成了战家的2少奶奶？深得战一晨的宠溺，如今宁家落在宁云初手里，他还得到了战一晨的爱，眼睛也重见光明，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了。在嫉妒的驱使下，宁思琪觉得战一晨本该是他的，是宁云初抢走了他的战一晨。他当时脑门一热，不顾一切地走到战一晨的背后，自背后搂抱住他，然后在他的胸膛上摸了一把。他的肌肤真不错呀，不过也就是摸了一把，就被战一晨推开。战一晨在转脸时，他明明看到他在笑的，待看清楚是他后，脸色巨变，动作也快，不仅迅速地推开他，还狠狠地踹了他一脚，都把他踹出了厨房。他不仅恶神恶煞地吼着他，就让他滚，还抄到什么都往他身上砸来。吓得他就花容失色，本能的反应就是爬起来赶紧逃命。饶是他跑得那么快，还是被战一晨扔出来的碗碟砸中几次后背，痛死他了。他没命似的跑出来，跑出老远才敢停下来，又等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敢回头开走自己的车，跑回了他现在租住的地方。本想随便上点药的，后背实在是太痛，
他不得已跑到医院来，让医生帮他瞧瞧，并给他开了点药。医院里都要排队，折腾到现在才出来。没想到会遇到战印夫妻俩。虽说战印夫妻俩没有带着保镖团，两个人都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但海童说话的声音他听到了。他最恨的人就是海童，对海童的声音刻骨铭心呀。海童、宁云初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受过的痛苦都会一一还给你们，加倍还给你们。听说海童怀孕了，战家没有对外公布，但两个人办婚礼时，海童不敢喝酒，大家猜测她是怀孕了。这个女人还真是幸运呀。宁思琪极度的发疯，出来后，宁思琪也从两个姑姑的嘴里知道，海童婚后很久都没有怀孕，大家都传她不能生的。现在却怀上了海童这个孩子，算是来的不容易吧。要是她能想办法让海童流产，那就爽了。那还有宁云初，要是能让宁云初一辈子都生不出孩子，就算战一晨再爱宁云初，一个不能生孩子的老婆，战一晨真能爱一辈子？战家长辈允许他和宁云初一辈子没有儿女吗？宁思琪忽然就有了初步的报仇目标，一是弄掉海童肚里的孩子，二是让宁云初一辈子不能生育。幻想着两个人的下场，宁思琪哈哈的大笑，就好像他已经报仇成功了似的。引得过路的人都投来狐疑的眼神，意识到自己还在医院里，人来人往的。宁思琪骂了路人几句，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，就匆匆地走向他的车子。那宁思琪决定去找郑太太，那郑太太才能帮到他出谋策划。他再次打那个电话，可惜得到的依旧是那个电话并非郑太太的。什么意思吗？说要看我表现的，给个破号码给我。结果要联系他的时候联系不上，宁思琪气的都想摔手机，就不停地骂着郑太太不够意思啊，坑他，就给了他希望，又让他失望。那在宁思琪不停地骂着郑太太时，有个保洁阿姨走过来，微弯着腰敲打着宁思琪的车窗。宁思琪正在气头上，看到是保洁阿姨，当即就按下了车窗。都不等保洁阿姨开口说话，他就冲着清洁阿姨一顿骂，骂得特别难听。清洁阿姨的祖宗18代都被他问候了个遍。清洁阿姨将一张字条扔进车内给他，就走了。本来还想告诉宁思琪，有人在医院门口附近的一家面包店等着他的。宁思琪开口就骂他，骂得那么难听，他极力忍着，才没有一扫把打进车内。但想让他多说句话，他不想说了。宁思琪以为清洁阿姨是往他车上扔垃圾的，那捡起那张纸条就要下车，意外地发现字条上面有字，写着面包店见，郑太太。宁思琪才反应过来，清洁阿姨是帮人递字条给他，才会敲他的车窗的。他想下车去追那名保洁阿姨，对方早已走远。况且他刚才骂人家骂得那么难听，就算追上了对方，人家也不想搭理他了吧。宁思琪只得开车离开医院。他想郑太太能让医院的清洁阿姨给他递字条，说明郑太太就在附近。他找一下附近的面包店，说不定能找到郑太太呢。就为了复仇，也为了有资金缓解现在的困境，宁思琪一定要找到郑太太。还算有点智商的宁思琪，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面包店找到了刚买了一袋面包出来的郑太太。宁思琪下车，郑太太却与他擦肩而过。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，郑太太小声说道：“我被人盯着，等我甩掉了盯着的人再联系。”说着呢，郑太太上车让司机开车。宁思琪都不敢扭头，只得径直进了面包店。在面包店里随便买了2样面包。那边的站印收到了一条信息，信息还搭配着一张相片。看完了相片及信息后，他将手机递到海童的面前。
海童接过手机看了看后，便望着他。战印没有说话，缩回了手，将手机揣进了裤兜里，然后很自然地拉起了海童的一边手，在他掌心里戳了戳。海童心领神会，回给他懂了的眼神。见他懂了他的意思，战印眼里有着笑意，忍不住凑到爱妻的身边，在他的腮边亲了亲。海童赶紧轻推开他，车上可不止夫妻俩呢。战印很快便坐正了身子，那张俊脸表情是一本正经的，任谁都看不出刚刚那个偷香的男人是他。海童小声说了句戏精影帝啊。战印冲他眨眨眼，嘴角一弯，笑了。某家酒店里，郑太太，哦，是凤家家主，他吩咐着一名保镖。我3个小时后的飞机飞回江城，你暂时留在馆城，替我联系宁思琪。你只是我身边众多保镖中的一员，他们不会盯着你，不过你得防着他们转而盯着宁思琪。宁家那个大小姐是个狠人，看着温温柔柔，说话轻声细气的，却是个狠角色。他估计一直都让人盯着宁思琪的。与宁思琪联系的时候，千万别被他们发现，否则会打草惊蛇，也会暴露我。宁思琪蠢笨冲动，不过他最恨海童，调教一下，是一把锋利的刀，可以好好利用。他现在最缺的就是钱，等他最落魄时，你再施以援手，这段时间看着就行，不用出手帮他，总要让他的仇恨积累到他再也承受不住时，爆发了，才会变成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。那个时候他会什么都不管不顾，一心只想置海童和宁云处于死地的了。只有将个人生死置于事外，才敢对海童下手。那凤家主的目的就是除掉海童，因为海童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海童活着的一天，战家就是他姐妹俩的靠山。那战家也会和商家联手对付他凤家。凤家主杀姐灭妹，就牺牲了亲情，才坐上了凤家主一位，一坐几十年。现在让他将凤家主之位拱手还给长姐的后代，他是做不到的。那当年他连亲姐妹都能除掉，现在呢，除掉外甥，外甥孙女，对他来说如同捏死一只蚂蚁，没有半点痛苦，也不会有半点的迟疑。但他不能长期留在馆城，现在他逗留馆城的时间都过长，让战家还有商家呢老是盯着他，而且他在馆城也没有影响力，做什么都不方便。先回江城他的老巢，再慢慢想办法，留下一名忠心耿耿的保镖，帮他调教着宁思琪这个杀人先锋，在适当的时候捅海童一刀。家主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按照家主的吩咐去做的。凤家主嗯了一声，他写了一个手机号码递给保镖，说道：“这是宁思琪的联系电话，你保留在你的手机里。不过联系他的时候，你不要用你的手机联系，免得被战印查到。你去用外面的公共电话联系他就行。知道？”凤家主吩咐完后，又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才说到：“没什么事了，你出去吧。”保镖就恭敬地退了出去。那凤家主在房里静坐了一会儿，才离开。他回到馆城大酒店，办理了退房手续，然后拖着他的行李箱，在几名保镖的簇拥护送下走出了酒店。早就请来的车辆停在酒店大门口等着他了。数分钟后，搭载着凤家主的车辆驶离了馆城大酒店，前往馆城机场。那与此同时，战印也收到了凤家主离开的消息。已经在商家做客的战印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海童，因为海童在蓝鲸的房里逗着小宝宝呢。蓝鲸出院回家，待在房里，正式开启他的坐月模式。坐月期间呢，他的活动场所仅限于他的房间，而能进入他房间的男性就只有商无痕这个丈夫了。宝宝是越看越可爱，真的是一天一个样呀。海童现在最喜欢宝宝了。商小飞抱着侄子不撒手，他说到：“我妈说了，
孩子就是一天一个样的，变化特别大。前3个月肤色有点黑，就100天之后就会大变样，变得白白净净的。现在小宝宝的皮肤是不够白净，刚出生几天的小宝宝吃饱了就是睡，被姑姑抱在怀里睡得更加香甜。就算他睡着了，他姑姑都舍不得放手。躺在床上的蓝鲸呢，笑着说：“小姑子，小飞，宝宝睡了，你放下他吧，别抱着他睡习惯了，以后就天天要抱了，天天要抱就天天抱，我有的是时间，我就喜欢抱着他，多可爱啊！看着他熟睡的样子，像个小天使，太治愈人心了。”海童笑着打趣商小飞：“小飞，你那么喜欢孩子，赶紧和军然生一个。”商小飞亲了亲小侄子，说道：“等我和军然结了婚，就抓紧时间生一个，生了宝宝，完成了人生大事，就专心经营咱们的生意。我以为你婚后还要过2年的2人世界才会要孩子呢。”蓝鲸说道：“我本来是想着婚后过2年夫妻生活的，现在改变主意了，我和军然的年纪也不算小的了，明年结婚的话，还是早点开始造人计划吧，就生完孩子我都30了吧。”商小飞比海童要大1岁的，我以前不喜欢小孩子，自从见到洋洋后就开始喜欢小孩子，现在更加的喜欢了。像我侄儿这样的小宝宝多好带呀，吃饱了就睡，睡醒了就吃，都不怎么哭闹的大嫂，这么好带的孩子，多生2个也没事呀，咱们家养得起。海童笑道：“表嫂还在坐月子呢，你就跟他说生2胎3胎的事，让大表哥听到了，保证骂你一顿。”蓝鲸怀着1胎，土得厉害，商无痕因为心疼，都想让蓝鲸打掉呢。那夫妻俩也说好了的，只生1胎。商小飞赶紧往房门口的方向看去，确定大哥没有进来，他笑道：“我就是说嗨了，说那话没有经过大脑，大嫂，你当我没有说过呀，别放在心上。大嫂孕期辛苦，他都心疼大嫂，生1个就可以了，等我2哥结婚了，2哥再生1个女儿，我就侄儿女都有了。”蓝鲸说到怀着的时候吐得厉害，我也想着只生1个的，现在看到宝宝可爱，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想着以后能不能说服你大哥要割2胎，不过呢是几年后的事了，未必能说服无痕。他说的，我要是想2胎的事，他就去做结扎手术，让我死了生2胎的心。他常说，孩子不在多，只要培养好，1个孩子都能抵上别人好几个了。孩子多的话，如果没有培养好，反而气死父母。现在我是心满意足的了。商无痕是商家的长子，现在又是商家的当家人。他说了只生1个孩子，蓝鲸的娘家人就希望他能生个儿子，将来接班。虽说女儿也能接班，他的母亲说侄女多肖孤，若是生了女儿，像商小飞这样的性格，商氏集团以后都不知道交给谁接班呢。像商家这么大家业的，这接班人很重要。儿子出生后，蓝鲸知道娘家人都松了口气，觉得他在商家算是真正的站稳了。别看他在商家过得很好，由于他嫁入商家几年都没有要孩子，外面的人说什么的都有。看海童婚后1年不孕，承受多少压力就知道了。海童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就是姐姐打给他的。他就连忙接听电话：“姐，彤彤，你和战印有空吗？”海童答道：“有空呀，我和战印现在整天无所事事的，有空得很。”他让战印回公司上班。那货印说他的婚假未结束，不想回公司，说苏南休了2个月的婚假呢，他就休1个月的婚假，怎么着也要休足1个月。还有几天时间呢。姐，怎么了？我今天和东明都很忙，没有时间去接洋洋放学，你和战印去幼儿园接一下他吧，然后就送他到他爸那里去，他爸说想见见他。周红林说以后不会再出现在海玲面前，不会打扰到海玲的生活。
他是说到做到。周家人想见孩子的话，海玲就送洋洋到以前他和周红林住的那个小区，周母会在小区门口等着，将洋洋交给周母后，海玲就会离开。等到洋洋想回家了，周家会将洋洋直接送到任你食餐厅。行，我等会儿就和战印去接洋洋。洋洋留在周家吃饭吗？问洋洋吧，他要是愿意留在那边吃饭，就留他在那里吃饭。明天周六放假，可以留他在周家过夜。你和战印不用在那里等着。海玲知道妹妹夫妻俩都很讨厌周家人。海童嗯着，我知道了。姐，你放心忙你的事情，我会去接洋洋的。海玲很快就挂了电话。挂电话之前，海童听到电话那边有人找海玲，知道姐姐现在就是个大忙人。海玲姐怎么了？商小飞关心地问。工作太忙，说是走不开去接洋洋，让我和战印帮忙接一下洋洋。周家那边想见孩子，接到洋洋了，送到周家去。明天周末，洋洋若是想留下，就让洋洋在周家过周末。商小飞问道：周家真的消停了吗？消停了，周红林说到做到。除了看洋洋，他和他的家人都没有再打扰我姐。他那一家子要是早点有这样的觉悟，也不至于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。叶佳妮会吃醋，会铤而走险，做出想伤害洋洋的事情，都是因为周红林离婚后，周家人后悔了，想让周红林和海玲复婚。叶佳妮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，也是吃醋，才会一步步的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。看了一下时间后，海童对商小飞姑嫂俩说道：表嫂，小飞，我先走了，下周二我回公司上班。后面那句话是对商小飞说的。商小飞说他这么着急上班，不多休息几天。海童故作叹气说道：我这人就是劳碌命呀，闲在家里总觉得不得劲，还是回公司上班吧。就他上班了，战印自然而然就上班了。哦，商小飞笑道：是，你劳碌命啊，全馆成人都羡慕你这种劳碌命。快去接洋洋吧，去晚了，洋洋又要不开心了。海童走出了蓝鲸的房间，战印就看到他下楼，站了起来，走到楼梯口等他。还有2级台阶，就他伸手去扶他。要回家？姐说今天太忙，走不开，让我们去帮他接洋洋，然后送洋洋去周家，周家人想见孩子呀。战印笑，那咱们跟大姨说一声，就去接洋洋了。他握了握海童的手，海童看他，他冲他眨眨眼，他便知道他是有话想对他说。小夫妻俩啊，向商太太告辞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车子驶出了商家别墅后，海童问着丈夫。凤家的家主不久前离开了管城，战印边开车边说道，但是他带着过来的保镖好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带的保镖我记得有好几个的。是的，他是带了好几个保镖过来，跟着他回江城的保镖人数不变，但有一名保镖是新面孔，不知道是被他辞退了一人，还是留下一人在管城帮他打探消息。战印会安排人盯着凤家主，凤家主也会安排人盯着他们的。海童看着丈夫的侧颜，战印也看了他一眼，就望向前方。妻子在他的车上，他开车不敢分心。老公，你的眼神真是厉害呀！海童夸赞着。你见凤家主的次数并不多，竟然记住他带的保镖长什么样。他只记住了凤家主的样子，凤家主带了多少名保镖他知道，但是那些保镖的样子他还真的没有记住。我就是记性好了点而已。我记性也很好。战印笑了笑说道，你怀孕了呀？不是说一孕傻3年吗？哎呀，你现在的记性肯定没有我好的呀。我觉得我还没有傻。那咱们还能盯着这凤家主的人吗？凤家主真的换掉一名保镖，留下一人在管城，说明他心虚，担心我们这边会查到什么。我外婆99%是被他害了，为了上位，
他连手足都残害。海童想到自己和姐姐相依为命10几年，长姐如母，他对姐姐的感情深得很，让他做出伤害姐姐的事情，他绝对做不到。凤家主不仅做了姐与妹，一个都不留，够狠的了。并不是所有姐妹都能像你们姐妹那样手足情深的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的那些堂弟们那样心甘情愿的以我为中心。海童就不说话了。他说的是事实，多少兄弟姐妹因为一点利益就反目成仇的，他觉得就算要争也要光明正大的争，杀人灭门算什么本事？苏南的人记得住凤家主带着的保镖长什么样，他的人会继续盯着凤家保镖的。苏南办事我放心。海童放心地道，有什么进展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告诉我都要告诉我姐。大姨的意思就是让我姐去江城和凤晴争凤家主之位。我想我姐很快就会去一趟江城，而且可能会在江城待一段时间。他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我现在不能和我姐并肩作战，他不怕，但是姐姐和战印都不会让他怀着身孕去江城的。放心吧，我会帮着大姐的，东明也会帮着他。海童默了默后说道，我相信我姐会平安无事的，历经风雨才能见彩虹，属于他姐的彩虹总会出现。浩宇说凤家主的丈夫出轨，凤家主提前了1天回去，说不定能抓个正着，到时候凤家大乱也能帮到姐姐。现在凤家已有乱的源头，凤家主那几个儿子都出轨，儿子儿媳天天闹得不可开交，还有那个贾千金参与其中，就更乱了。海童一点都不同情，活该。最好凤家大乱，抢来的最后都会失去。数小时后，江城飞机平安降落，凤家主立即掏出手机关掉了飞行模式。关掉了飞行模式后，他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陌生信息，信息的内容是真想不到你老公一把年纪了，在床上还挺厉害的吗？那你还能满足你老公吗？看到这条信息，凤家主的脸都黑了。他这个年纪啊，那早就不热衷于男女之事，而且他很忙，每天回来后累都累死了，哪还有心情和丈夫探讨男女之事？夫妻俩都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有亲密接触了，但她知道丈夫人老心不老，而且身体各项机能还挺好的。那老头子会保养呀，虽说他的零花钱很少，但他在家里想吃什么，只要跟厨房说一声，一般都能满足他。吃那么多补品，身体不好才怪呢。年轻那会儿，老头子想出轨的，被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，表面上就老实了，至少从年轻到现在，他的身体都没有真正出轨过。精神出轨他就管不了。没想到他才去了管城大半个月啊，丈夫竟然就身心都出轨了。凤家主没有回复那条信息啊，而是直接打电话回家，是管家接听的电话。他问管家先生在家吗？先生不在家。家主怎么不打电话给先生？管家不解地问道。家主去管城参加战少的婚礼，一走便是大半个月，从第3天开始，郑先生就天天早出晚归了，每天出门前都会打扮得更显年轻帅气，归来时又心情美丽得很，有时候还哼着曲子。那管家留意到这些，隐晦地提醒过郑先生，千万别做对不起家主的事。郑先生说他只是和朋友们聚会，不会做出对不起家主的事。那管家在得家主的信任呢，他也只是管家。郑先生却是家主的丈夫，与家主生育了3儿1女，他还没有资格管着郑先生。他便又跟二小姐说，让二小姐提醒一下郑先生。没想到被二小姐骂了一顿。至于大小姐，管家没有说，他知道说了没用，因为郑先生不将大小姐放在眼里。我以为他在家里啊，行，
我打他的手机吧。凤家主并没有告诉管家，他回到了江城。他是提前回来的。那管家问他，家主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二小姐说，你昨天就会回来的。也没有见家主回来。凤家主淡淡的道，等我忙完了就回去。家里一切正常吧？三位少奶奶还和少爷们闹吗？上次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打得厉害，大小姐回来后把大少爷骂了一顿，然后开了家主的库房，挑了3套珠宝，分别送给3位少奶奶，又跟他们谈了一次，现在稍微好了一点。大小姐是站在几位少奶奶那一边的，现在几位少奶奶对大小姐，这个真正的小姑子态度好了很多，开始不满意二小姐，针对二小姐，骂二小姐心毒啊，早就知道3个哥哥出轨，还帮着哥哥瞒着，在嫂子们知道后，竟然说男人在外面做生意，有时候需要逢场作戏的，把3位少奶奶气得够呛的呀。凤家主嗯了一声，那就好，我不在家里，听大小姐的，谁要是敢对大小姐不敬，就是对我不敬。管家神色一凛，连忙应着家主，我知道的，没事了，我先挂电话。凤家主挂了电话后，已经可以下飞机了。她暂时没有给丈夫打电话，也没有通知人来机场接机。她提前回来就是想看看他不在家，凤晴的处事能力怎么样。所以她没有提前通知人来机场接她。下了飞机后，一行人走出机场，拦了2辆出租车，报了凤氏集团的地址。凤家主没有回家，而是想去公司。出租车行了10几分钟后，凤家主才打电话给郑华。郑华好一会儿才接听他的电话，在做什么呀？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凤家主问着丈夫。郑华还有点气喘，他扯着谎言，我在家里，手机在楼上充电，听到电话响，我跑上来接听电话，跑得我累死了，人老了，跑几步楼梯都气喘。凤家主笑了笑，你以为你还年轻，我们都70岁过的人了。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郑华问着。你去参加婚礼？咋去那么长时间？一走便是大半个月，都快1个月了，又不带我去。我不仅仅是参加婚礼的，还有其他事情要忙，你又帮不到我的忙，跟着来做什么？我还没有忙完，过几天才能回去。家里的事你看着点，凤晴根基太浅，大家还不是很服她的。我会的，凤晴呀，老婆，不是我对咱们亲生的女儿有意见，实在是这个女儿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的，她不在我们身边长大，与我们始终没有感情，她爱。不说了，说多了，别人又会说咱们夫妻俩偏心阿若。虽说凤晴是咱们的亲生女儿，可是在我们身边长大的是阿若，那是我们捧在手心里，小心呵护着长大的孩子。我们对阿若的感情肯定更深一点的。郑华说的是实话，他对凤晴这个亲生女儿就是没有感情，他疼爱的就是凤若这个假女儿，因为凤家的家规，他知道唯一的女儿一定会继承家主之位，所以对女儿特别好，父女感情深。他盼着女儿上位后，他这个当爸的能享福。被老婆管了几10年，他就盼着女儿上位后他得到解放，哪曾想疼了20几年的女儿竟然不是亲生的。郑华刚知道真相时都接受不了，那再接受不了也没有办法，几份亲子鉴定都是一样的结果，证明了凤若真的不是他的女儿。凤晴为人3观正，帮理不帮亲，她其实很适合当家主。你的感情天秤本能的偏向了凤若，自是总看凤晴不顺眼。行了，我先忙女儿的事，等我回去再说吧，我不在家里的时候，你老实点哈，别趁我不在家，跑到外面去拈花惹草。儿子们你也管一管，3个儿子都出轨。郑华要不是他以前管得严，估计都不知道出了多少次的轨。看来是郑华的基因不好呀，骨子里带着出轨的基因。
那还好凤晴继承的是他优良的基因，儿子们生意忙，偶尔逢场作戏，又不是要娶回家，只要他们不离婚，让儿媳妇们睁只眼闭只眼不就行了？闹得那么难看，我怎么管？在这个家里，我没有话语权。说到后面，郑华都是在抱怨。凤家主不耐烦的道：好，你管不了，等我回去再管。说着便挂断了电话。之后他马上发信息给自己的助理，那让助理帮他查一下郑华现在哪里偷食。他先打电话回家，管家明明说郑华不在家里啊。郑华很明显就是在撒谎，就算手机没有电，1楼也有充电器。郑华需要将手机留在2楼充电，现在的人1分钟都离不开手机。助理在几分钟后就回复了凤家主，郑华此刻在丰泽大酒店，这是战氏集团旗下位于江城的酒店，与斜对面的广元大酒店经常打擂台，同属于江城最高级的酒店。一团火从凤家主的心窜起来，他的脸色变得越发的难看。丰泽大酒店的消费高，她老公按理说没有那么多钱去那里消费，但是现在郑华就是在丰泽大酒店住酒店的钱，要不是凤若孝顺的，就是他的儿子们孝顺老头子的呀。真好呀，趁他不在家，一个二个都做着对不起他的事。凤家主冷冷地吩咐着出租车司机，我改变主意了，去丰泽大酒店，我给你双倍车费啊。出租车司机笑着，不用双倍车费，去丰泽大酒店比去凤氏集团还近一点呢。凤家主没有说话。与此同时的战浩宇又跑到了乔氏集团，跑到总裁办公室，敲了门，不等乔涵回应，他便推门而入。乔涵抬头看到时，他就又低下头去做他的事。乔涵很忙啊，先放下吧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好戏，绝对是很精彩的好戏。乔涵头都不抬，没空啊。顿了顿，他还是问了句看什么好戏。捉奸的好戏，那个姓郑的老头昨晚就入住了丰泽大酒店，跟上次那个有着天使面孔、魔鬼身材的女郎，他们只开了一间房的。进酒店后几个小时后，郑老头才离开酒店，然后今天大清早就过来了，就今天一整天呢都是待在酒店里。几个小时前我就收到管城那边的消息，凤家主回来了，凤家没有人知道他今天回来。我算准了时间，凤家主坐的飞机一落地，就能收到我请人以那个女郎的口吻发信息到凤家主的手机上。现在凤家主肯定是赶过来捉奸的，你最重要的事情先处理，处理完了咱们赶紧过去看戏。战浩宇利用郑华出轨一事策划了这件事，总要拉上乔涵去看戏的。虽说酒店里有监控，凤家主带人去捉奸会闹得厉害，监控应该能拍下精彩的好戏，但看戏有什么比在现场看更精彩呢？用苏南的话说，吃瓜要吃在最前线才有味道。他呢竟然有点心动，想去看凤家主捉奸的戏了。